是这些没有人讲的，但是你今天讲，我就是第一个跟你讲。回国以来我没有，连我妈妈我也没跟她讲，你讲他们不相信，她以为我中邪了，家里人都说我迷信。文殊院呢，它是建寺庙是在隋朝建寺庙，现在占地面积呢92亩多一点。僧人呢，常住僧人带佛学院大概110多120位左右。寺庙里边还有一些义工协助寺庙里开展一些工作。因为文殊院这个地方呢，它处于成都市中心位置。再加上它的这个历史底蕴文化底蕴这些比较深厚，所以来的游客信众也非常多。以信众的这个身份、义工的身份跟信众的接触，它更能够起到这个亲近的这种作用。来了，开始来了啊！我这个是在超市里面上班，我是做平面设计的。就是来做志工的，其实还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等于是因为学习佛法不是说喊你把生活完全放弃，学习佛法最重要的是要把生活搞好。如果是接触的话，家里边他们有长辈，他没信，他没事。我是参加文殊院体验营，2010年。一年到成都之后，一直都在成都的几大寺庙一直在做义工工作。就相当于那个，就是说每个人嘛，那个佛陀讲的，就是你跟佛门有没有善缘，有没有善根，这个确实很有关系。我等于是自然就进了寺庙，参加体验营，就自然而然一种心生欢喜，一种亲切感，就这个。志工他对文殊院，在文殊院这种角色呢，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。做义工大概就今年开始的吧，也不是经常来。你看到我们年龄偏大噻，偏大嘛，正好就可以把那个余热发挥出来噻，利乐众生，利乐有情噻。我的家里亲戚还不是那么的赞成，因为家乡人他根本就不懂得我们这边就是我的在文殊院这些事情，他们就担心以为我给骗了，是不是给骗了？说做了不正道的是啥子歪门邪道了这些，还以为我中邪了。他们里面的那个厨房的，他每一位都很辛苦，每天为了我们文殊院的每一个菩萨都很辛苦，还没有天亮就起来。其实我也是四川人嘛，都是从小就是拜佛，但是拜佛根本就不知道佛里面的含义，只知道去烧香磕头拜佛。但是来到文殊院呢，就是这段短期的时间呢，就比较了解更深的一些佛法的东西，学到的东西想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然后和感恩父母嘛，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上了24小时，我们现在是。这个是钱啊，不能是20多小时。是上24小时。1天。哦。只有2个人的嘛，现在。给我们还是。没法噻，现在他招不到人的嘛，工资低很了。1200。但是我们2个人呢，就是1800。如果是3个人就只有1200，等于就这个蛋糕就这么大，你们不去比。我们不拖你办，你才2000多。对，这儿干啥子不管，又不管生活啥子不管的。他这儿就只能抓这老头儿出现。你又不算老。还不老，60多岁了还不老。很年轻，年轻。很年轻。去我们那边上班嘛，我们那边还。在啊。啊。去不到，不能在那儿去上班。啊。想家呀，其实还可能还没有如何的想家，因为每天都上班好忙哦，忙得有时候忘记了该联系谁，也忘记了还打电话，都常常都有。因为我们一上班都是一个人做，从卫生啊，从服务啊，然后收柜银台啊这些包到完，就是一从上班就做到下班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学习准提法门的时候还没得，因为我在国外接触佛法的时候是拜的是准提菩萨，拜的准提菩萨呢，然后就是每天就去那里我们是一个红地毯，然后是烧了香进去烧了香，然后就去拜了菩萨就在红地毯里面打坐，然后打坐呢打了可能那个时候应该是2-3个月吧，应该大概是2-3个月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无形当中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就有一种那种感应，有种感应，菩萨给你的感应，然后就好像有一种你晓得那种像小孩子玩的那种，就是那种闪光啊，就一下子就闪光就闪了，我这脑壳就来两条，真的。我自己很清楚很清晰，然后就因为光就进入我的脑里面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有个指引我的老师就我就跟他讲，他就说是那个我们的准提菩萨加持我的，给我啥子光，那种光是啥，他咋解释我也不懂，然后可能没得一段时间的，然后我又开始打准提菩萨的首页，然后再又没得好久的，然后我又和有同事在家里，就是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哈，那上面天花板上就有这种光，就像月亮光的光，然后好大尊你菩萨的像，就是跟我们半人高的一样像啊，然后就在这天花板上面的，然后我又躺起看，我就看，哇，真的就是跟菩萨观音的像一样的。哎呀，我最喜欢的这个就是我的。不比淘淘，他叫淘淘，叫淘淘，哎，叫姐姐。那是生病，那我3月生病就走了，现在半岁就走了。不过他也很幸运啊，我就是正因为我接触佛法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小孩在新加坡的时候，然后我的小孩就是准提菩萨。后来因为我们做那个法事嘛，就好像那天文殊院不是最后有烧那个纸嘛，不知道你没看到。然后我烧那个就我们看得到嘛，有那个影嘛哈，有的人看不到的，不是每个都可以看得到。然后就个观音就把他从那个炉里面抱出来个影子小孩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懂，是我带我的师姐，就是也算是老师啦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是我的孩子，是我观音菩萨把他抱起来。现在那个时候他叫我老师去观音庙拜，那是常去，当时还没跟我讲，过后才跟我讲说我的孩子在准提菩萨那里做童子。我会跟他讲话，他还跟我眯眼睛。你跟这个姐姐讲，你是不是从新加坡就跟着妈妈一起来了？你跟着妈妈已经有2年了，对不对？他一直这样子。还有，他你是不是那个准提菩萨妈咪，让你待在妈妈身边的，对不对？
天天哭，我去那边我就哭。后来你要学习佛，你就要放下，你也众生都是平等的，但是只要知道他好，他也好。如果你放不下，他也放不下，就变成很痛苦。但是偶尔去想是肯定是有的，毕竟我们人有六情的嘛哈，会想，我不会太去执着，啊，太执着很辛苦的。我执着来，但是我会执着来，我也会把它丢掉。像我妈妈就前天刚来成都，带她去文殊院看看我平时的工作，有时候我也有时间呢。我就去文殊院。这到处都是房子，对，那边还有人跑步啊，这些你看，成都人很多人都跑步。那现在都是只有地方的人来，你晓得仿效。你仿效别的那边村儿转的。问噻，请问你一点都记不得。快档。文殊院大得很，你看这房子全部是起码好多年的了嘛。你看兄弟这老房子看都没看到我们乡下。这儿呢？这儿吧？对，就是这儿，这儿就是大门。那天我侄子上学，他送他来去学校，他想看看那个学校。就那你叫你老婆送你了，那你婆婆送你了。你来耍嘛？来人家翁啊红，翁啊红。那鱼很好。啊，你反正到处耍，那是鸟儿吃啊，鱼要吃。人家翁啊红，翁嘛你背面红色，翁嘛红色，翁嘛你背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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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色。看看他这里有点鸟儿要吃，鸟啊你都要吃。翁嘛你背面红色。这个全部是那个花生。这是干什么呢？花生汁叫花生粒粒。喂的什么？喂鸟儿，喂鱼，喂那些鱼。你弄好多吃好多，实在是吃不完。今年了，我们的背面红色，就是叫我不少叫他吃，这个众生吃。新加坡的时候都没有吃，后面别的从卷子去。
前样子回来，那批后边全都是回家，还有我说车给我要长熟，回家就一直吃长熟，吃长熟不影响，我说不管事呢，原来也苦，当时结婚的时候，但是那个孩子5个月就死了，后跟那个我女婿呢就分手了。加上去，就只能来现在来修行，就在那修。他吃长寿不怪，吃长寿的人多得很。那么我说了，就是苦一辈子遭一辈子的气，现今儿的生活都不起，我就是不干活，我一样都动不起，我必须在那里。那现在我们家里面修了点房子，闹了账，他就是过去找点钱来把账还归了。就是人生一辈子就是这个苦难，没事，确实是。谢谢。以前我就跟我爸爸妈妈顶嘴，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爸爸妈妈。啊，我觉得心里面好难受。我觉得这次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这次要对起的话，我真的跟我爸爸妈妈他们说一声对不起，还来得及。如果说还来不及的情况下，真的那就太遗憾了。多少岁数苦了很，不原谅。饭够不？够可以不？这个给把那个然后让他饭吃完了，没浪费。弥勒尊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大汉普贤菩萨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嗯。